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倩呢，因为在全家旅行，所以呢，今天就我来当家。今天呢，我来到了伦敦，采访房产公司的创始人萨里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作家。同时呢，他也是我的挚友。所以今天这一集是非常非常特别。我就想哈，萨里，我想问问你。17年前、18年前，哈，又说到我们小时候，对我们小时候，我们2个小女孩坐在伦敦的这个金丝雀码头，带着努努，对不对？当时就各种畅想了我们当时的那种早期的 visualization。那个时候我估计这个显化还没有开始流行，还不是一个 trend，我们就已经开始做这种显化了。你帮我显化，我帮你显化，互相问问题，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visualization。向宇宙祈祷，向宇宙要自己下订单，对，下订单。对，然后决定这个梦想。我还是我觉得我们 visualize 了很多场景，对不对？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有情感的场景，有这个未来的这个可能居住定居的环境的这个场景，但是从来没有 visualize 这一天我会在你的办公室面对着这个塔桥，Tower Bridge。待会儿我可以拍一个附属的录像给大家看一看，给那个观众能看的观众看一下，听的观众呢，收听的观众就让我描述一下，就是现在这个 SJW 这个房产公司在这个正对着伦敦的这个塔桥，是一个非常 prestigious 的一个 location。然后是一个很多人做梦都会想来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场景我觉得我们没有去 visualize 到。所以呢10几年前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会在这里，然后跟你进行一场谈话。虽然我们这场谈话感觉是一个 continuation of what happened before，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想让你能不能够简单的，因为我是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我知道你是怎么样子开始起步的，我知道你甚至什么时候买的第一套房，对不对？就是正800存1000的那个时候。对，我们当时开一个玩笑，就是你可以就你的那个执行能力，还有就是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在这个因为没有钱嘛，对不对？年轻的时候，然后在经济上面对自己的计划是非常 rigid 的。然后所以我们开一个玩笑是叫做他可以正800存1000。对，不夸张，这个It happened. I don't know how, but it did.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现在是在伦敦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呢今年刚刚是10周年，我们刚刚做了一个 very nice 10周年的一个 party， 非常 fancy。同时呢，我也是作者吧，出版了3本书。第一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个专业书。第2本呢就是《非凡之道》，就有点像 The Third Door 一样，那种性质的访谈录。第3本呢是小说，叫《茵茵的皮箱》，是凤凰这个是南方出版社，然后《非凡之道》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3个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大概也就这样了。我在英国居住了24年，然后我觉得我的 journey 才刚刚开始，但是我是在一个正确的路径上，然后朝着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在每一天都在靠近，所以很开心。如果说介绍的话呢，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吧，就是说可以在相对来讲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找到自己真正的 passion， 然后把这个 passion 变成了一个可以让我拥有财富自由的一个事业，而且同时我又兼顾了我的创作，因为我不想当
没有钱的艺术家，但是我不想放弃艺术的追求，因为毕竟你是 pianist 的嘛。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俩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读书，你弹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忆。我是不想放弃艺术方面的追求的，但是我不想放弃财富。所以尽量的在寻找一个平衡点，然后就是这样子端着2碗水慢慢的往前走，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端着2碗水慢慢的往前走，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个2碗水其实可以一起平行的。可以啊，对不对？我今天呢想讨论3个环节哈，跟你，因为看到伦敦的天快黑了，所以我们要争取一下这个 daylight， 而且不容易，今天出太阳，对不对？对。第一个环节呢，我是想问问你关于创业时期的一些奇遇记。到底是机缘的巧合，还是这种白手苦干拼出来的，或者是两者？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的这一个虽然是只有10年，但是听起来又是10年，所以10年之长，10年之短。你的这10年的一个奇遇记，对，奇遇记，一些趣事，有一些趣事啊，好呀，我觉得创业对我来讲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觉得创业难，我非常 enjoy 创业的每一分每一秒，当创业碰到困难的时候，肯定你会碰到高低起伏嘛，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是一个我可以升级的一个机会了，就是叫我们打游戏嘛，打游戏，然后打到大 boss， 然后打完大 boss 之后，你就可以到下一个 level 了，那个拯救公主是吧？对，所以我整个过程我是觉得我非常享受这个创业的过程的，我非常非常喜欢创业。奇遇的话呢，我是觉得，当你在做一件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帮助你的，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帮助你，但是这种帮助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以非常 positive 的形式出现的，有的时候是以 very negative 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先从人事的角度来讲，在我创业的10年里面，我碰到过3次人事方面对我有比较冲击的一个波动。第一个呢，就是我在刚创业的时候开掉的我的第一个员工，就是你作为一个 boss， 然后当你在人员很少的时候，你去开除一个老员工，我觉得当时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 challenge。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感情，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还是有感性的那一面的，我会觉得我去开除一个老员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很难受。这是第一个人员变动。第二个人员变动呢，是在疫情中间，其实我是有一个员工去世了，是被诊断为肝癌症去世了。那个人非常非常的 nice， 非常有 potential。然后在有疫情中间，其实有很多变化，比如说我的一些骨干啊，就是结婚，然后到了澳洲有的骨干因为这个疫情回到了国内，所以当时我就基本上好不容易 build up 了一个精品团队，然后一下子就散掉了你要再重新开始。然后第3个阶段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今年其实我的人员变动挺多的因为整个市场在发生变化然后每个人在公司里边，他到了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之后，他会有自己另外的一个打算或者是一个规划所以呢也会有，但是呢每一次我都觉得就是说的这个奇遇，我觉得不好，就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一个不好的变化，但对我来讲也是非常 magical 的。我觉得就是宇宙在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信号，在告诉我 Sally， 你该转型了，你该在人员上往下一步走了。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在写日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非常释然。我不跟你说嘛，我沿着泰晤士河我走了一圈1个小时。我在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宇宙好像在告诉我们公司10年了，我下一个10年这个台阶我可以一步跳上去的，因为他现在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告诉我你要转型，你要转型。然后我今天一天全部在看，就是你来之前我都在看这个，我在这个英国房产领域里面对标企业的对标的非常大规模 top 3的这种对标公司，它的一个生长模式。
他的一个，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那我就觉得 OK， 我研究完了之后，再重新再去审视我身边的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我的 perspective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步我就知道，哎，我下面这个我的5年的策略到2030，我的 strategic vision 是什么？那如果有了这个 vision， 我要往里面放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宇宙又推了我一下，所以我觉得你说的 magical moment 这是一个，就是宇宙有的时候会觉得赛丽，你看你还是在低头很认真做这个事情，你很 focus， 我很尊敬你，你也很努力，但是行一行，你开始要升级了，哎，我给你个信号，怎么还没有看到啊？我再给你一个信号，还没有看到，哇，我砸你脸上，你看到了吧？泼水，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一次在经过这个变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公司又往前，就是原来是一步一步走，一下子就是跳一步这样跳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magical 的一个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很神奇的点呢，是我会觉得，当我真正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或这件事情或者这个资源就会站到我的面前，就很神奇。你比如说在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创立这个公司的，然后一开始刚创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业务板块呢就只是销售，当时销售的全部都是期房，2年后3年后交房的期房。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17年18年的时候就开始陆续有交房了，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有售后服务了。那我一开始的售后服务我是外包的，那外包呢就会有这种质量上你没有办法去 standardize 的这种困惑，也算是一个 challenge 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可能潜意识呢已经练出了这种向宇宙随时下单的这个本领了，然后就是想着开始要下单了。下单下什么呢？我想把这个售后服务就是出租管理的这个板块呢，如果我能在 in house 里面给 build up 起来，那就最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一个业务合伙人。因为我自己是不会做这块业务的，你想把一个 business 做起来，但是你又不会做这一块的具体业务，你怎么办呢？你就只有找合适的人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是一个业务合伙人。然后当时就咵一下在我面前出现了3个人，3个老外，然后我3个里面我就开始在选，然后最后选中了一个，就是现在的 John Murphy。对，从2019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合伙出租管理。我们这个板块是飞速增长的，这个板块飞速增长，而且，我今年我算了一下，我们今年就是 PM 这个板块比去年是增长了，在现在的市场情况下，我们是增长了20%。哇哦，一年那是很 significant 很可观的 significant 的这么一个 growth。但是接下来的5年，我昨天晚上就在走的时候，我就给 John 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我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说我现在 I'm working on the 5 years strategic plan， 下一个5年我的目标已经设好了，而且如何去实现，我现在在就是打磨细节。明年我想要的增长就不是20%了，是要远远高出20%的。明年我现在可能在考虑通过并购的方式去扩张，就是我的出租管理的这个板块。除了 organic 的自然成长，可以通过并购的形式去。所以这些我都觉得是可以说的是吧？可以说的呀。就是我是觉得，因为如果有人想要卖他的这个 portfolio， 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考虑收购。对。叮，对对如果就是说在伦敦你管理一个这个 property management portfolio，明年的这个租客权利法案会落台，如果你觉得很辛苦，你觉得这块不太适合你你也不想做了，不想那么辛苦，如果你大概有80套到100套房子的 portfolio， 你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谈一下条件。因为这个是我会觉得，就是当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或者是资源或者是契机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做这个公司10年创业过程中，我觉得非常 magical 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在跟你就是每次聊你自己对创业的这个心得，你第一你很 passionate 非常有激情，第二呢你很 flexible， 就是你对这个比如说转型或者是延伸你非常的就是很随机吧，就不会说把自己困死在一个框架里面。但是很多创业者，很多这个就是不管是创业者或者是就是白手起家的人吧，他有一定的这种 pride，OK， 有一定的这个 ego 在里面，就是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在想。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没有吧，我们俩都在马路上发过单的人，我觉得这个 ego 对我们来讲
出单了，我们出单就是要鼓掌。对于我们这种在马路上都发过单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以沟可没，这个早就过去这一关了，就没有哈，对不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成长是更重要的。成长就是说，不管任何的局面、困境、逆境，然后适合自己的就是或者是舒适的环境，都是要顺着往前走的，对不对？逆着顺着什么样子的？逆着顺着，只要是有助于发展的。但是我其实也觉得自己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的公司做了10年，其实你说，对于华人来讲，可能在英国华人做的公司里面，我们的规模应该算是蛮大的了，但是对我来讲太小了。我觉得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没有到我想要的这个规模，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认知还是有限的，所以你说不能就是我不能 rigid 呀。如果说我在这个方面 rigid， 或者是不愿意去接受一些变化，或者一些新的事物，或者是碰到了这个地方我不会转弯的话，那么我是没有办法提高我的认知的。我没有办法提高我的认知，我就不能够到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去的地方，你知道的，很遥远的，就是听上去很遥远的，对吧？但我觉得我会实现的。我也相信，对，这一点就是，我记得你在里斯本给我。老公邻居来了个 TED Talk， 对不对？有吗？我不记得了，我就总是给人打鸡血。对，在我们家的厨房，然后2个大爷们本来在干别的事情，突然静下来听。是吗？对，2个人都。对，就是因为你是经历过的，我是你的 witness。就是我是亲眼看到的，所以我相信，所以就是在每当聊到就是关于这个女性创业啊，这个我会虽然我自己是艺术家，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虽然没有老板哈，没有就是跟别人打工，但是呢，对我来说创业是很神奇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看到了你的成功的这个例子，所以我知道是可以成功的。就算这个世界很多人会跟我讲，你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会跟我讲。点，yes but，但是呢，我看到了你是一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会相信这个 magical 这个奇迹，我会相信 miracles，你也相信？对，我非常相信。我们小的时候一起看那个 The Alchemist， 那个叫什么炼金术师，对不对？Paulo Coelho 写的那个，我很喜欢他，对，一系列的书我都有。他的这个我记得就是因为他是相信 magical 的嘛，虽然很多人会诋毁他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whatever， 但是我觉得他传递的信息是给人很 uplifting 的，很正向，很 uplifting， 很 positive 的。对对对，我觉得如果在一个茫茫世界当中不相信奇迹的话，你会相信什么？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想顺着这个就是奇迹来讲讲你的关于的这个写作创作的路线，因为这是我们2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萌发的第一个 idea。对，我们以前住在一起。对，就是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挺神奇的，就是因为我们俩认识很久了，我们有快20年了，对吧？然后我们认识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住在一起，相当于同居了2年，对吧？快有2年的时间，没有2年，1年多，1年多，对1年多，一个契机也是一个契机，对，然后1年多的时间，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俩每次见面的时候去回想那段美好的回忆的时候，你想到的点和我想到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吧？就记住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当时还蛮好奇，就是蛮惊讶的。你说我那个时候总是说这个，我其实都不记得了。你不记得？我不记得，可能就是本能的、潜意识的去想的，但没有真正的去往脑子里面走。但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这个潜意识慢慢浮现出来，就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抓住了之后就开始落地了，因为我的执行力是很强的嘛。对对，这点我也想说，我觉得你的执行力是我见过应该是最强的一个人。对，我没有见过有人像你这种执行，我执行力是 OK 的，我自己觉得哈，对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的执行力是就是马上，你是立刻，对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拖延症。
对，这个就很奇怪。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的。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谢我爸。对，就你的父母是吧？对，我爸的这个基因遗传的很好，他的执行力很强，执行力非常强。好，那说了之后马上冲就过去了。那这个执行力原来可以基因遗传，所以大家那个女孩子们找伴侣的时候，如果要生小孩有生育的话，记得不要找一个拖延症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创作路程当中，我其实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许愿的时候，我们各式各样的愿望，神经病的愿望，对不对？每天都是疯狂的愿望，而且我们俩就 dream big, dream bigger 。我现在都在想，我现在的 dream 是不是不够 big？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早上我在听那个 Martha Stewart 这个他的 podcast 的时候，他就讲就是你要 have big vision。Big vision，我是在想我的 vision 好像还不够 big。对，OK， 那既然我们私底下可以帮你来那个对 manifest 一下。对，我最近也有很多 big vision， 对，但是呢，我还没有去就是理清楚。但是就回想到这个就是关于写作创作的这个这一段人生经历哈。你是怎么把它跟你的创业并肩而起的，而并没有让它互相影响，而是互相互助？因为很多人是不相信，就是包括很多艺术家，他们不相信商业能跟艺术合并，甚至他们会去排斥商业跟艺术的合并。这一点呢，让我也是非常头痛，因为那就证明，难道你非得是一个穷苦的人才有资格做艺术家吗？对不对？难道艺术家就不能活的就是体面，不能有商业头脑吗？那我就敢问，我们都知道那个 Rembrandt 伦勃朗，他在15世纪的他是一个商人。他的那个船是直接开到他家，他们在交易的，他的画可以直接就是从他家就直接走了，就是靠那个阿姆斯特丹的水路。那难道你能敢问他是一个不好的艺术家吗？我想问一下，对不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功底或者怎么样子，这都无法挑剔的。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你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这个路程？其实像你说的，它两个是有矛盾点的，所以其实这可能是一个过程吧。我大概经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才慢慢的找到它的平衡，可能要有一个过程。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双方可能表面上看上去它是互相冲突的，我的确也是经过这个阶段，而且当时冲突呢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时间的冲突，因为我在创业的时候，我是需要全神贯注的 focus 在创业上的，是不能够像写作的因为写作用的是感性的这一面，想象的这一面，那么做创业的时候呢是需要理性，需要系统，就是这两个在时间上我觉得是有冲突的。第二块的话呢，我觉得有冲突的点就是思维方式，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感性，更偏感性，一个更偏理性。就是在你创业的时候，我再去写小说或者我在读小说，那个思路是回不来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前期那个矛盾，就是关于财富，对吧？这块，这个我是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最开始想清楚了，我不想做一个贫穷的艺术家，我也不想做一个没有艺术这个爱好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写书这块把它放弃，文学梦放弃的一个纯粹的商人，我不想做这个，所以这个决定是写好的。大方向定了之后，那其实这两个只是两个 challenge 而已。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就可以了。我特别喜欢马云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解决方法，你没有看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你就努力去找它就好了。所以对我来讲，一直就是 OK， 我看到了这两个矛盾的冲突体，我一直都在想的是能不能够解决。在这两个矛盾的冲突体之上，还有第三个矛盾，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其实一些非常非常大的文豪，他的自己的个人的人生。不见得是非常幸福的，有很多，对吧？有的疯了，把自己的耳朵剪掉了；有的就是自杀了，对吧？
很多艺术家或者艺术家，他会觉得你只有在沉浸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你才可以思想很深。你在快乐的时候，可能看到的都是比较肤浅的东西。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 struggle， 在最一开始，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和非常 uplifting 的人，对，我不想自己快乐的人，我不想自己的生命牺牲掉我的幸福。去奉献给艺术，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么伟大，我还是很自私的。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 challenge。这个 challenge 呢，我是最近才找到解决方法，这已经过了10几年了，10-20年了吧，才找到解决方法的。那我就先讲前面2块哈。好，前面2块比较容易。前面2块呢是第一个在时间上的冲突，时间上的冲突呢，后来我慢慢的呢就是在协调，比如说我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现在我就形成了一个 routine， 周一到周五我就laser focus 在我的事业上，周六周日我就是 laser focus 在我的写作、阅读和这个创意上 idea 上。这个就是在时间的大片的分配。当我要进行写作的时候呢，我也找到解决方法了，我也找到我自己的写作风格了。我上篇写小说的时候，我是把自己关到了酒店，关了14天。对，我就想让你讲讲这个茵茵的皮箱的诞生，怎么样子，就是我是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对，我就是把自己，我就跟公司的人就讲一下，没有事情不要来找我，跟所有人都讲，我没有带手机，没有带电脑。这个剧本是在你心中已经酝酿了好几年，是不是？几年呢？具体说一下。挺多年了，7、8、9年了吧。就是在这本书诞生之前，你已经一直在构思，一直在构思，然后一直有在写但是在写的时候呢，就是像我说的，可能周一到周五在工作，然后周末的时候去写，然后每次总是写第1章，要么就写最后1章，就是碎片时间，而且每一次你在重新碎片时间再去回顾它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开头，你就觉得this is so bad， 然后你要再重新去写，然后我就是你知道我的行动力很强，这个事情你总是做完没有结尾，对我的伤害很大，就是对我内心的伤害很大，就是最后它变成了一件事情，你很难受了，所以我觉得不行，我要把这个事情了是吧？对，就是它会有，就是有点内耗那种感觉，我不喜欢内耗，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个事情我要把 loose end 给它 close 掉，我就要把这个书给写完。那后来想怎么办呢？那我就去酒店吧，住2个星期，然后我就给自己就下了这么一个硬规定，我就一定要把它给写完，写完再出来，必须要写完，就关闭自己14天是吧？14天。然后当时公司怎么说的就没关系啊，他们就该干嘛干嘛嘛，就也 OK 的，就没有紧急的事情，没有紧急事情，千万不要来找你。我当然就说，如果没有人死，不要来找我。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来，14天公司垮不了的，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个书给写完了，所以这个时间上我就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当时在进酒店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每一天的这个计划，每一天要写多少章，已经安排好了？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进酒店之前，你需要把我自己是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我自己是觉得我需要进入到那个 writer's state。对，因为我在你知道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在公司我的状态和我在平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很凶的，他在公司。我不凶的，但是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的。那么写作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调频，对，就是要 in tune 到这个 writer's state。对，所以我在进去之前大概2天左右的时间，我就开始调整频道了。调整频道，然后进去的时候，你知道 check in 的话，我是住在一个 pub hotel。check in 当天是下午2点吧。那我在第1天的时候，我第1天下午是什么都没写的，我是从第2天开始，所以我其实只有13天的时间去写，对吧 ？OK， 你第1天进去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很紧张，其实很紧张。第1天进去了之后呢，就是我是在想 ，OK， 我大概要写多少章，每一章大概是写哪个重点的事情。我是带了一个 post-it note 的一个小本子，然后我就比如说第1天的重点事情全部都贴在。就是那个 post-it， 然后贴就小黄纸片。第2天、第3天、第4天，一共把这个10天全部贴完。贴完了之后，我第1天下午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大纲、把框架做好，然后呢，把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想好，并且想好解决方法。比如说，如果在这13天里面我出现了一个 writer's block， 我怎么样去应付它？如果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我怎么样去应对它？就是把这些给想好，很多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节，全部就是要想。
所有的 possibility 你都给他、要 visualize 到 OK visualize 到了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自己是有一个小的 ceremony 的，就是一个小的仪式。那什么样的仪式？这个我知道，就是要写作了呀，自己跟自己要加油啊，要鼓劲啊，然后要把自己调到这个状态，要感谢宇宙呀，我要写啊。然后几点起来你会？我不太清楚，我都是自然醒，7、8点钟吧，就自然醒，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就给它写完了。最后就是到13天13天的时候写完。后来我就发现我是一个爆发型的作者，我平时可以收集资料、收集信息、去搭建框架，但是我写需要一气呵成。这个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是写作，我是找到了这个的平衡。那么第二个平衡呢，就是第二个 challenge， 就是你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个呢是感性和理性。后来我发现，其实万物是相通的，所有的事情是相通的。我现在反而觉得我在做生意，我在做房产，它真的有可能我以后在作品获奖的时候，我获奖的主题应该是跟我做的这个事情。通过这个事情、这个平台和这个 industry 所看到的后面的一些东西，一定是跟这个相关的，而且这个是我独特的优势。对，不是所有的作者或者是作家都可以像我一样，一边去 run business， 一边去我的客户都是这种金字塔尖上的这个人群，我做的都是伦敦的豪宅，对吧？就是看到的这些人群和他后面的这些故事，和他们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整个世界环境的这个局势，对，这些其实是我真正的财富。对，所以其实我所做的所有的东西，最终都是服务于我的写作。但是我在写作中，你比如说我进去的14天，我怎么样去搭这个框架，这跟创立公司是心心相通的。我设立一个 target，我就在想，我如果13天可以手写把一本小说一口气写完。我自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工作上的 target， 我没有理由实现不了的，没有理由实现不了的。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互相映衬的。所以，工作、事业、创业可以帮助到写作，写作可以帮助到这个公司。而且其实创立公司跟一个艺术家是一样的呀，你创立公司也是从零什么都没有到你想要的那个状态。写作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是相通的。好，其实最难的是第3点，因为这个涉及到自己的人生了，对吧？我想做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作者，我希望我的文字是可以打败时间，打败这个文化差异。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的。所以，难道真的是要非常的痛？我要非常过得很惨？我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然后沉浸进去，然后引发争议，才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嘛，对吧？我是在大概2-3个星期之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这个破局了。我这个局就是什么呢？我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人，然后我追求平静啊什么，这个是在我的生活中。那我在小说我反着写不就行了吗？Interesting。我就创造一个 parallel universe，这个 universe 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在我的现实生活中都不会发生，那这个题就解掉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矛盾点。这对我来讲就是这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事情它都有解决方法。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它是无解之题。我个人非常非常赞同这个精神健康，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也是同样可以去创作艺术的。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而且呢，我觉得反而可以有一些新的领域的开发在艺术上面。所谓的那种就是痛苦艺术家，我要去黑暗，我要去到那个，我觉得是借着一股劲儿，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我较劲儿，我跟社会较劲儿，我较真，或者是老子就想搞艺术，就想发疯，我就借着这个，我是一个 I'm so pissed， 我要去搞艺术。这不一定你最后的这个作品是有一个能带出来什么，也许只是你很 pissed， 你只是一个就是发脾气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社会都是在推崇那种你想到艺术家，所有的如果没有搞过艺术的或者没有接触艺术的，都是觉得穷困潦倒然后披头散发，对不对？然后家里面就是锅都开不起的那种，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很 fixed 的 image， 就没有想到就是其实很多艺术家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可以那个衣冠体面的，也有很多是实现了的，只是我们可能知道的比较少而已。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
我也能看到在你身上能看到一个可能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新的亮点吧。很多人很少有人就像你说的，你的强项在于就是你知道这个房产创业的这个背景，你有客户，你知道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你跟他们还是朋友，对不对？而且他们信任你，你知道他们的财富这一点哈。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就是写作的一个 point。对，我还是非常期待看到就是你的下一本书在写了吗？有或者是在这个构思了吗？在构思了，有好几个不同的 idea， 所以我也在想到底哪个会比较好，所以我还在打磨吧。然后呢，现在我就想聊到我们这个第3个环节，看着日落就快出现了，我有一点心慌。第3个环节呢，其实我是完全是小白哈，我来向你学习的。就是关于这个人与房产。OK， 我想聊聊人和房产。因为我对理财呢，是非常陌生。首先因为我没有什么财富，我是无产主义者。然后，但是呢，我最近呢，就是近2年吧，我在看这个一个叫做他的名字叫做 Ramit Sethi 的一个专门教理财的一个人，他写的这个理财书叫做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Be Rich。但是呢，就是非常的亲切，他没有那种就是要好像把你说到你一文不值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我通常觉得就是理财就会被人骂到，就你怎么这么蠢啊？你怎么要这个不应该教，那个怎么应该怎么样？你太蠢了，太笨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抗拒理财哈，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觉得好像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background， 没有任何背景，然后你就要把我先骂一顿，然后才告诉我该怎么理财。会有一个 fear 在里面。他呢没有，他呢就是我觉得是手把手带着你，就是一点一点走。然后特别是给我们这种，就是给我这种理财小白的人，会觉得理财并没有那么可怕，财富并没有那么可怕，钱不可怕，钱反而是非常 friendly 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呢，当他说到这个哈，他非常反对买房，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消耗很大。当然他在美国，所以呢，当然美国的国情跟其他国家国情是不一样，美国跟英国的国情也是非常不一样，跟欧洲是不一样的。但他就是拿美国来做例子的话，他就觉得就是在美国这个就是你的房贷还有最后的就等于是说你最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给你的一个大的压力是它还有一个 extra cost。比如说你的房子漏水，你的房子又你买的时候没有找好什么什么，这些 cost 全部是在里面，你需要去算一个账。然后呢，他就租房，他已经是他认识好多 multi-billionaire， 他们都是租房。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这个角度，我想知道就是人跟房产的这个关系，然后什么样的人适合买房子？对，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买房子？能够讲一下吗？首先我觉得就是可能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人得问一下，或者是你或者是观众可能自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财富的？就是 Ella， 你会真心的想自己会很有钱吗？会很想让自己拥有巨大财富吗？你会这样？你会真心的，就是真实的去，这是你的需求吗？现在是，以前不是。对，以前不是，以前不懂。我以前其实也不太是。我以前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不太想大富大贵。我就是觉得可能，我觉得财富多了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我觉得是我的自己的认知的局限性。我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到最近这2-3年才有转变。是因为我有一次到剑桥去考察项目的时候，剑桥南边有个最大的医院呢，叫做 Edinburgh Hospital， 里面有一个 Rosie 的这个产房。就是专门是妇产科的。那么这个医院是怎么来的呢？是剑桥本地有一个很有名的商人，他已经过世了。那这个商人呢，他在临去世之前的2年左右的时间嘛，把他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然后捐给了Edinburgh Hospital， 然后建了一个 Rosie 这么一个产房。
我去查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捐一个医院还叫 Rosie Hospital， 是因为他的妈妈呢当时生了很多小孩，在生最后一个小孩的时候难产死了，也是因为当时的医院的医疗，这个妇产科的医疗的这个体制不好。所以呢，我是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当他拥有了巨大财富的时候，他最后回馈社会了。他回馈社会是回馈了一个医院，他帮助了很多同样的在面临着生产的女性，避免她们出现像她妈妈那种情况。然后他以他妈妈命名，他妈妈就叫 Rosie， 所以这个叫 Rosie Hospital。所以其实这个大概是在3年前左右的时候吧，我在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想，其实拥有巨大财富啊，不代表它会给你带来不好的东西。我们这种不好的东西，可能你真的要问自己啊，潜意识里面你要问你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想法。像我以前，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这种普通的工薪阶层，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我就觉得一切都很好。他们也不是大富大贵。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其实是很平等的。你如果这个地方拿得多一点，那个地方可能就会少一点。如果你拥有巨大的财富，是不是就代表着在其他方面就会欠缺一些呢？所以就是我不太敢要这种巨大财富，但是我觉得当你不敢要巨大财富的时候，可能巨大财富它不会向你来，因为这个钱也是有能量的，你对它就是躲躲闪闪的，那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靠近你呢？你没有 ready 迎接我，而且你没有办法去支配我。所以现在这2年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一个新的认知是什么呢？我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就是我在锻炼自己的认知是，我是觉得我要培养自己能够有具备支配巨大财富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啊，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手上有20个 million 的现金，这20个 million 我会用它来做什么呢？我在想，如果当我知道了我这个去做什么，然后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20 million 在我这种像我这种体质的人，他就会来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要首先要问一下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这个是财富，跟房子也是一样的。你对于房子你到底有多想要？我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对房子是有一种执念的。所以这个可能我记得你第一套房，我真的是对的，对，那个时候我买房，对啊，很远 Northampton 啊，我都这辈子都没有去过。你没去过，对啊，我说你都去买房，你都没去过，你好像后来就租了，对不对？我记得。买了我就租出去了，对，马上就租了，然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了。对呀，就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当时还有吗？那个房现在还在？那个房子我后来卖掉了，卖掉了就买在伦敦了，就是换了一套。但当时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就坐在一个小屋子里面租的一个房间里面，倾尽所有，我还把信用卡都刷爆了。对，然后就是现金买那套房，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做贷款的人，我也不知道我可以贷款。对，是现金买的哟。对，我记得你是现金买的。然后那个时候一个月就800块钱。对，一个月的工资全空了嘛？我记得你是。对，是全空了。你知道，我真的是全空。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倾家荡产，然后我去买了一套房，然后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所以就是现在想想也很神奇。我当时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啊。那时候就是一股劲，为什么当时要去买这个房子呢？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我的收入大部分，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俩挣的差不多嘛，对吧？一个月就800镑，那800镑。那我大部分的都是交房租了，我没有办法存钱的呀。是的。那这个。我看不到头，看不到希望呀。那如果要存钱，如果有改善，只能自己先节流了。在我不会开源的时候，我只能先节流了。我节流还是挺厉害的。我爸妈这个遗传的，要感谢父母啊，这个遗传的基因非常的好啊。就是会记账，每天我花1分钱我都记的。对，你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会记账啊，然后就会去节流，然后。就存下来之后，我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要不付租金，我不愿意给别人付租金，我不愿意用自己的钱去替别人还贷款，这个对我来讲好像就是我很难过这一关。我就觉得我在公司工作给别人打工，一个月拿800镑已经很辛苦了，是我还要把我挣的这800镑帮另外一个人打工的钱，我再转手再给另外一个我都不认识的房东，再为他打工，我就觉得我就被榨压了，完全是。对，就是我是觉得我在哪里，对，我在哪里，对吧？我就好。你理解我的概念，我就永远转不出来这个圈子，我就会觉得
比如说我为你打工，我一个星期上6天班，你给我800块钱，对，这个人是塞利，我也不认识他，我拿着我为你卖命了6天的这个钱，我一转头就给了另外一个我都不认识的塞利，一个月要给他我工资的1半的收入，你知道我自己坐在屋子里面，我是很沮丧的，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辛辛苦苦，我为什么不能替自己打一次工呢？那就先把这个房费弄掉，就去节流，我就去节流啊。那节流怎么节呢？那我就是倾尽所有，能买哪买哪。然后整个英国下来就找到一个 Northampton， 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里。然后去1天，我回来不就买套房吗？对，你就跟我说了，你说你要去买，因为是第一可以现金，第二可以马上租出去，对吧？我都然后这个租金当时是可以拿来覆盖我伦敦的租金的。对，当时你的出发点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呢，然后还没有就还没有那个站出来。当时我就懵懵懂懂，感觉穿着睡衣我就看见你目送你去买房了。对，因为他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我说买就去了。是，然后他当时我记得你父母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对不对？给他们，对他们。其实我父母帮助我的话，当时是帮了一点点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民币转英镑也非常高嘛，对，非常难转，又1比14还是15，非常非常高，而且出来也比较麻烦，对，出来也非常麻烦，所以他们是帮了我一点点，是倾尽所有，我自己这边倾尽所有，然后我又把我的2个还是3个信用卡。也倾尽所有，对，就真的最后是我不知道到时候吃饭的钱有没有，我都不记得了。我记得我们做饭了，在家里面就做饭了是吧？对，没有再出去，因为你说你这个一下子就是大出血了，然后就已经没有了，就完全部掏空的那种。然后我当时觉得好危险呢，我说那万一你要出个什么事情怎么办呢？对，你看这个就是 mindset，就是我买房的时候从来不害怕，我从来不会觉得会出事情，我也从来到目前为止没有出过事情。所以就是当别人很害怕买房，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他们的 mindset， 我会觉得。就是我不太理解他的那个关心的点在哪里，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最 secure 的一个 investment，而对于我来讲，所以你又回到那一点，什么样的人适合买房子？我觉得追求极度安全感的人，需要买房子。我是一个需要有极度安全感的人，包括我在创业也是，我是因为有了足够的租金收入，我觉得 OK， 我创业哪怕失败了，我还有地方住，对，我还有收入，我才敢创的业。所以我是就是极度需要安全感的人，应该买房子。这样你才会有个退路。第二种，我觉得需要的话，就可能是说，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作家和这个 investor， 他是美国人，他是不是在美国的本地人？但是我们属于外来人口，我在英国属于外来人口，我就觉得我们是 immigrant， 我们是 immigrant，就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如果我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很难觉得我在这地方是有根。对，我没有根，我很难觉得我会可以生根发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于一个 immigrant 和对于一个本地生，因为他本地生的人，他永远有个 safety net，他可以回去找他的父母，对吧？他可以住在家里面，他可以去他的亲戚朋友家里面，他其实他是有退路的。对，我们没有退路，我们真的是没有钱去租房子，我可能就要睡马路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这种，我觉得我是有这种，那个时候是签证、身份。钱都有住处、工作，所有的这种都是 uncertain 的。那对于我来讲，去捕捉到一个 certainty， 对我来讲就是房子。房子风刮不走，对，雨淋不坏，就是你会觉得它很安全，有安全感。你当时什么感觉？你拿到那个第一套房子，那个 Northampton 那个，我在想我要买第二套。哦，是吗？就是就感觉太好了，要 multiply 这个。对，叫 multiply。我觉得房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因为我是作为 immigrant， 我是从房子吃到甜头的人，所以你说让我去讲，我其实是带有这个 bias 的。如果没有第一套房，我不会有第二套，我不会有在伦敦好的住处，没有好的住处，我不会。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我不会想到创业。我没有房子这个稳定的收入，我的创业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天。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去买房子。然后，好，再回到人和房子的关系。我现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房子之后呢，我会发现我接触到的买家呢，其实跟我当时我自己的一个处境不太一样。因为我的买家呢是属于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在
他所在的这个国家已经积累了巨大财富了，他可能有这个家庭可能至少有个几套房子吧，他才会想到远程的在一个异国他乡，看都不看的就跟我去花1000万、2000万，甚至1个亿、2个亿去买一套房子。英镑还是人民币？人民币。OK， 对。所以我会觉得，你想啊，如果在这可以花1000万现金去买一套房子的人，那在他的一个资产怎么的也得几千万或者是上亿了吧？对。如果能在我手上去买1个亿或2亿人民币的人，就是1000万到2000万英镑的房子的这个人，他的资产，那他一定是上市公司的这个CEO 或 CFO 了，对吧？他的财产是非常巨大，所以对于我来讲呢，他们的背景和我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在跟他们的接触的过程中呢，我会发现啊，房子对于他们来讲，就这些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人，房子呢是服务于他们的。为什么呢？房子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是财富的一种体现，一种支配方式，来服务于他们，满足他们在某些方面的需求。所以其实房子这一个东西在这儿，我觉得房子很神奇。这一个空间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种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一个人在人生阶段不同阶段的需求。你比如说啊，我有的客户刚来找到我的时候，可能还很年轻，他买了第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他的自住房、上车房。然后叫上车房是吧？对呀，property ladder 就是第一开始嘛，你就 get on the ladder，就是上楼梯房，对吧？ OK。然后呢，你持有了这个房子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你职业慢慢的往上走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想着我买一个投资房，有一个 passive income。你有了一套 passive income， 在伦敦你随随便便买一套房子，很便宜的房，一个月1000多镑。如果你买好一点的话，一个月3-4千镑、4-5千镑的房子，你到手4000镑，相当于这边的年薪要要10万镑年薪了，相当于 top 10% 的一个 income 了。对。但是你一套房子在那地方，你不需要工作呀，你可以去搞艺术啊，你可以去写书啊，你可以去全球旅行啊。但是你已经有一个房子在为你打工了，这是一个税后收入。这个非常有趣。对我来讲，房子在为你工作嘛。对，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受过这种折磨了，我不想用我的人，我不想用我这个人去为别人打工，我需要房子或者是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来为我服务，我是最重要的呀，我们人是最重要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你可以继续租房子没关系，我相信你说的那些 multi-billionaire 或是 multi-millionaire， 他们也有房产，他只不过是说他可能是租一些地方，但是你要想啊，他的这种租和没有房产的人租，它的性质不一样。对，因为你租这个房子是你有，比如说你租了一套豪宅，你可能有10个房客在为你，就是你是在别人在为你付这套房的房费，对吧？对，你比如说去买一个小奈儿的包，我会觉得。我现在在买小奈儿包，我不会觉得 guilty， 我不会觉得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我为什么要去买一个奢侈品？我不会觉得 guilty 了，因为我会觉得，我的租客，我的租客今年可能有个 bonus 挺好的，付了我房费，哎呀，那就是你看我也需要一个这么一个东西，那我就看看啊，对吧？对，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 bonus 了，就是给这是一个真正的 bonus。那我觉得这个 mindset 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买房子？如果想有 passive income，有税后收入的、被动收入的，我觉得房产投资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虽然说它的流动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它有它足够的优势。它可以你在一个这个供需关系严重不足的一个市场，比如像伦敦这个市场，你的房子就是可以租出去呀，你知道的，对吧？你就是可以租出去，你就是可以有这个税后收入在为你服务。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去 design 你的生活，你永远知道你后面是有个 safety net，你可以 multiple 这个 safety net。然后如果是你以后有家庭有小孩，你是可以传承。当你拥有巨大财富的时候，其实这个房子也是可以作为财富的一种工具，它只是你的工具之一。有的人的工具可能是房子，有的人可能是公司，有的可能是这个金融产品，有的人就是所有他都要有。有的房子可能是全世界的，因为这边的市场不好，这边的市场会上来，这边的市场上来，这边的市场可能需要一个 portfolio，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想要有这个被动收入的人，或者是拥有巨大财富，我觉得都不需要听我讲这个，他们已经有这种 mindset 了。
对，我觉得就是房子，我觉得就是对女性来讲，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呢？有啊，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还不在说的嘛，Virginia Woolf 对吧？你到我家的时候，你就说 Virginia Woolf 就是说最早的这个女性，女性如果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去做艺术的话，或者 anything， 你要有自己的这个空间，要自己会赚钱。那我是觉得我们俩也是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我们是看 Sex and City，一起长大的，对吧？对。我们看了这么多遍的 Sex and City。对啊，我是觉得 Carrie Bradshaw 不也是一样吗？最一开始的时候自己的房子，她结了婚了，有的时候还会到自己的那个自己的空间去写作，去 take a day off from the marriage，对吧？要有自己的 space。因为我觉得房子对于女性来讲，它意义其实是更重大的，所以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鼓励女性买房。就是你不管是跟我买还是跟谁买，这个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女性要有一个自己的资产。你才可以我觉得女性有了自己的资产之后，你才可以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阶段，你想转身的时候，你不仅可以转身，你可以非常华丽的转身。对，这一点我觉得女性在这个就是可以拍板，可以有这个自主的那个决定权，而且非常有 dignity 的一个决定权。对，我今天早上在听这个 Martha，我和你一样，就是 periodically 会 follow somebody， 然后去吸收他的养分，然后我就move on到另外一个人了。我在这个前几天的时候，我还是那个 Charlie Munger， 然后现在我就转到了这个 Martha Stewart， 对，我就是疯狂的obsessed 的那种去 watch 他的这个秀。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又听到一段，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非常自信，而且非常就是很公开的去说，他就是想要有 power， 想要有财富。我觉得没有错呀。58岁的时候，她是美国第一个 billionaire，第一个女性的 billionaire。我觉得 fantastic， 对，就是她可以去承认，而且她接受和财富的这种巨大财富的关系，很泰然。我觉得很好。但是这种我还在修炼的过程中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去说，可是你并不是 100%，对吧？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啊，就是可能我在说我想要这个东西，但你心里还是不是说 100% trust 你没有你没有你对自己也有一个那个我们之前讲过的叫做假冒伪劣综合症嘛。对，然后有一点点你会觉得自己也许 I'm not enough， 对，在这个阶段。对，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找宇宙下订单，怎么样子去显化。我之前跟张谦录的第3个节目吧，就是关于这个向宇宙显化，很多人喜欢。我觉得现在我要再 review 的话，我可能还会要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可以回馈社会更多。就当你得到了一定的，不管是财富还是一定的你的愿望实现了以后，对，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这种社会责任心，我也觉得你是一个极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哈，你还记不记得你创那个不是博物馆，图书馆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心。你记得这个事情？我当然记得啦，我帮天天找我要书，我当然。我都不记得了，你再说一下那个事情。你要了不知道多少本书了？对啊，然后对，就是那个365天的这个one person one day one library 那个 project， 对吧？就对你最早的一个，就当时图书馆的那个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当然记得了，我是帮你要书的那个人。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具体的细节，我都不记得了。这可以说吗？可以说呀。对，我在萨里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买房的时候，应该是，然后还没有买房。对，然后就因为这个社会责任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俩都有这样子，可能住在一起才那段时间进步就是极快，对，就飞跃性的那种进步吧。然后就是互相非常正面的影响，就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 idea 都是非常疯狂的，然后要去做的事情也是非常疯狂的，然后这个甚至我觉得很伟大，我觉得我觉得很高贵，很伟大。我觉得也挺神奇。你想那个时候就突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不记得了，我当时。然后就蹦出来，然后我就去宁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好像是我们当时是在我们家那客厅，就是我们不是那个书架 IKEA 的那个书架，先是第一行，
落满了，然后第二行我们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互相都在 contribute 很多书籍，而且我们那时候看书速度飞快，因为伦敦的地铁大家可能知道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 commute 就是要靠看书来打发，对不对？所以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我非常喜欢哈。我回到伦敦地铁，我就觉得天哪，居然自己忘了带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我们看到那个 library 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家里的 library 这样建起来的一种快乐吧，而且里面的书我们都读完了，基本上，当时我们好像还有那种竞赛感吧，就是你读了这本，我要赶紧读那一本，然后，而且我们当时认识的人，像 Yano 这样子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uplifting 的，都是读的比我们多的，然后当时那种求知欲像海绵一样，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想有更快更广阔的认知，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认知有限，然后伦敦也是一个非常 uplifting 的地方，到现在也是，而且我们住的地方也是非常好的，在这个金丝雀码头的这个我就只记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帮我在宁夏找一个特别特别穷的学校，我要去捐书。对，你要给他们建图书馆。对，然后我爸就去找了，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也没给他们打招呼，你知道吗？就直接这样去了。对，去了之后，就是我到了门口，我就说我要来捐书，然后校长就说你是谁呀？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到他那个学校那个图书馆，他说你看我们图书馆挺好的，不需要。然后呢他就说但是我知道在那边隔壁村那个小学，他就开车沿着那个土路，然后就把我开过去了，然后我就在那先把我小的时候读的书全捐给他们了，开心吧他们？开心。然后我又回来了嘛，回来了我好像就把你鼓求起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弄书了。对，弄完书我又扛回去了，扛到同一个学校。对，结果1年那个小孩子长得好快呀，我第1年去的时候好像到我这儿，第2年的时候比我还高，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我说你们怎么长这么快呀？1年。是啊，你一共捐了多少本书？300多本，300多本，对，300多本。然后当时是弄着那个大箱子，就是那个卡车啊什么的弄来的，人肉搬回去的，人肉搬回去的，对，好神奇啊，是很神奇啊，对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脑子就是很奇怪，我爸就跟不上我。那个时候我父母不是特别理解我，就觉得但他支持你，我记得，对，我问了你，我说你爸骂你吗？你说没有，他居然很支持我。对，我就觉得当我爸我妈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就是我今天起来会有一个想法，对，然后我就折腾他们要去做，然后他们就要去做，就要去支持我，因为他们什么都支持呀。然后我第2天早上一起来，我要做这个，然后我说你们他们又支持，然后就是很辛苦，我就觉得是。现在好在呢，就只做2件事情，一个写书，一个做公司，所以就他们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就很清闲了。对，现在你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至少在他们这个就是几年之内，他们还是可以去 handle 的。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折腾死了，我就觉得。对，但你又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哈，我不知道你知道，在这个1920年的时候，在巴黎有一个 hub， 包括海明威啊这些，他们都是属于这个文化 hub 里面。这个 hub 的领头人呢叫做 Gertrude Stein， 是一个美国的社交名媛，但是是一个文化社交名媛，长得其貌不扬，但是呢非常有影响力，非常有钱。他呢在好像是20年代，就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搬到了这个巴黎。搬到巴黎之后呢，他的就有点像一个艺术 pimp 吧，我觉得就是他认识了这个艺术家，认识了那个艺术家，他把他们串通在一起，又做就是互相搞艺术，然后互相推荐。就当时如果可能没有他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海明威的那本就是那个关于巴黎的那本书，我这个没有去仔细研究，但是我知道很多画家，包括好像是达利，还是这个要可能之后 correct 一下。还有毕加索，对，我知道毕加索，这些都是从他开始的，他给了很多的建议。他呢就说，当时我记得他好像是跟毕加索还是跟谁说，他说，不要怕你的这个艺术梦想，不要怕你的这个作品。The first， 他说这些人they will laugh。First they laugh at you。哎，我记得这句话，对，然后and then they will talk about you。对。And then they will join you. Yeah. 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是在特别是在你写作的这一板块当中是有应验到。因为我知道你写作的时候，你说你要当作家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是在笑你的。
对，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当时我也在租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我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说就是很明，那个时候很早很早了，然后我不太喜欢就是出去这种社交，就是很浅的社交，对吧？对。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好很多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不喜欢谁，全部在脸上的，对吧？就是很明显的，我喜欢谁就跟谁聊，我不喜欢谁我就完全写在脸上。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 criticize 我，然后他就说 Sally， 你每天太严肃了。你要看一些轻松的东西，比如说 X Factor 啊，比如说这些。我说我为什么要看那些东西呢？我觉得那些东西我没有得到养分的。他说那你怎么放松呢 ？X Factor 是那个唱唱跳跳的那个。对呀，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又不喜欢我唱歌就走调的这种，我觉得那个东西它给我没有任何的养分，我为什么要去看它呢？然后就你天天看书，看的还是这种非常严肃的书，他就觉得哎呀跟你就感觉很无趣的这种。我当时心里面，我就跟他说，可是书里有很多好朋友啊。我说书里你看这个人很伟大，在生活中，我说现在我的人际关系、人脉圈子里面，我是碰不到这么伟大的人的，这么伟大的思想我是碰不到的，我只有在书里能碰到。我为什么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 she is this, she is this, he is this, he is this， 为什么要参与到这种 conversation 里面？我就想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去跟一个。去到别人的伟大的人的思想里面去游一圈，然后出来，我觉得很舒服呀。因为我就自己跟自己讲，燕雀岂知鸿鹄之志，然后我就走了。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虽然那个时候自己的目标我自己对自己的目标还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我知道我不会是甘心做一个平凡的人，过一个平凡的生命的人。然后这个人我也就再不理了，所以其实我拉黑了很多人啊。是，对，在这10年当中，你拉黑了是不少的人。我在想，大家都很想知道，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你吊了这么多人的胃口，那关于这个在伦敦、在英国的这个置业理财，有些什么优势？就是对不对？因为毕竟你已经 serve 了10年的 customer， 10几年了，对不对？你的客户你还数得清吗？数得清。我有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我回国的时候基本上都争取每个客户我都要见一面的。我在疫情刚出来的时候，我回去有一次6个星期，我见了200多组我的客户，都是在疫情中间跟我这个成为我的客户，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的，都是网友。回去我是硬见的，就从早一直见到回来，我坐着就发烧，然后人家跟我说话我就发抖。最长的一次对话是8个小时。Oh my god！ 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在国外买了一套房，你知道，又没有见过面，我还是希望能够把很多东西讲透。我也希望就是对他有个了解，因为你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房子和人的关系，它不是说一笔就没有了。对，有一些房子背后它是有这个承载了这个人的一个人生的规划，有这个家庭的规划，有不同阶段的规划的。所以我会觉得，我想对我的客户的这个人和他的规划有更好的了解，那这样子我知道以后我可以怎么样更全面的去帮助他。这个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这个属性，房子的属性。在伦敦呢，我今天早上在刷牙的时候还在想，其实伦敦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种类是很多样化的，它不是很单一的，它种类很多样化，所以不同的类型的房子，它给到你的产品属性是很不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在这个市场上，你多多少少都能找到符合你需求的产品。但是这些所有的产品能够给到你的共性呢，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适合长期主义者，很稳定，很安全，产权很久。Passive income 就租金收入很稳定，而且是稳步上涨。它整个曲线图是慢悠悠往上涨，当然中间可能会有这种波动，但是它的大趋势是向上的，就是也很符合我的性格底色，就是我可以经历一些 challenge， 对，但是大方向是要向上的，而且是稳稳的向上的。所以我现在也在想啊，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个行业，喜欢在英国这块，就是在伦敦这块深耕了10几年，就是因为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跟这个人去对话，你们2个也需要是这个气场相投的。
对吧？对，就如果对方是一个就是这种。我可能就不喜欢了，对。但我觉得可能这边的话呢，假如说是不是自助的话啊，你如果是做一种财富理财的一种工具的话，对，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 mindset。这个 mindset 呢，我会觉得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正确的思路，是吧？正确思路，正确的一个心态和看待事情方法，我觉得可以把。因为英国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理财产品，是，所以其实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你是在创业，你把它当成一个 business 去 run， 很有趣，而且你是在一个异国他乡，就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法律的情况下，你去创业了，然后你再 run 一个 business。但是这个 business 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点是它很稳定，你不会需要碰到这种人事的问题，对吧？你也不需要担心这房子基本上空不了，管理的合适的话是基本上空不了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特别糟糕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市场是需要很稳定的，对，需要租房太多了，对的，太多了，它的供需关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就你把它当成一个 business 去赚，当成一个创业的公司去赚，但是你没有创业的那种，你每天要很努力的工作啊，不用。这个市场是可以给到你的，但是它不太适合投机主义者，就不太适合会觉得我大概就有这些钱，我想用杠杆，然后我去投机，然后我很短的时间赚一笔快钱，然后我就走，这个市场不适合。就这样的人不适合在这里投资，不适合。至少现在最近这些年都不太适合。那这个有没有那种就是送孩子来上学的，然后就觉得我不想孩子住在别人的房子里面，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留学的那种，有没有这样子？有啊，大把人呢。就是这种就是说很多家长是为了孩子在这边上学，对，然后来买了房，然后他们这样过来看他也是可以住嘛，对不对？我这么看下来这么多年，我会觉得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出发点吧。有一种呢是这个小孩子很小很小的，家长可能在小孩4、5岁、5、6岁的时候，就有把小孩送到这边来读 boarding school， 因为英式的这种精英教育其实是蛮好的，对吧？是很很贴金，对，很有面子，对。而且我感觉就是能够就是对小孩这个树人这一块其实是很好的，这边的教育体制。我当然对我是赞同的，对，很多人可能想反驳，但是呢，因为我是靠这个，我是这样长大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发展健全的人。对的，所以呢，当这个首先这个小孩子很早来读私立学校的时候，这个家庭他其实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对，当家庭有这个经济实力，他可以去承担、去负担、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想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那我听了很多家长他们的一个反馈呢，就是首先这个小孩在这么小的时候出来，这些父母是希望这个小孩在这边是有一种家的归属感的，哪怕他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小孩因为太小了，当他这个家的这个概念，他一旦有了，我们在这边有个家，这个家其实就等于一套房。对，哪怕这个房子是被租出去的，大家也会觉得我们在这有个地方，这个给他的这种就是安全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女孩子。因为这个我是从几个家长的就是口中都有得到共同的反馈。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些小孩呢，他可能比较内向，他到了这边来了之后呢，他在上学的时候，他可能在校园里面被这个大一点的同学欺负啊，或者是他不愿意说出去啊，然后去挤宿舍啊、分配宿舍啊，这些总是分配不到，或者最坏的总是分配给他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去抢这种。是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客户，就是他的妈妈在他16岁的时候帮他订了一套房，18岁成年的时候，18岁他搬了进去，然后他在16岁来找我们买房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姑娘很内向，就是不是很自信的，因为她总是被欺负。她妈妈又不会说英文，所以她妈妈也没有办法去帮她去争什么东西，而且也没有办法跟别的小孩去争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叫她订完这套房之后，我就跟她妈妈讲，她妈妈也跟我这么说的，就说我就一直鼓励我的小孩要自信，要展现自己。就我说对啊，其实你的小孩比他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后盾在这，就是他现在虽然他这个学生宿舍他都没有抢到最大那个单人间，他抢到了一个双人间，就是被分配一个双人间，而且双人间里面的衣柜他都没有抢到。但是
再过2年，他就有自己的房子，他可以住进去了，他们还要跟别人抢。所以我觉得在说到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好像给了他们一个底气，对对对，一个底气在这儿。对，很多人觉得置业是一个底气，因为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其实可能会 follow 一个社会的这个 trend， 就是我要在什么岁数的时候我要结婚生子，或者是我要找工作，然后我要置业，他们不知道这个置业的这个最终带给他的是什么。但是呢，我在想，一个肯定的一个 certainty 就是这个底气。对对，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长啊，他是觉得这个小孩子刚来，他很快就看到了小孩有这个迹象是喜欢英国的，肯定想在这长期发展的。所以家长呢，我有过一个很聪明、很智慧的一个家长，他当时就拿这个房子呢，去作为条件，去跟他的女儿去谈，然后他就跟他说，那个他当时他女儿也就十几岁，18、19岁吧，买的17。然后他女儿自己来找我看房，看完房自己找我来谈价格，我陪他去找开发商谈价格。小女孩，然后他妈妈就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房子都给你买了，贷款你以后工作了之后你还给这个你自己还贷款，还有我帮房子给你买了，你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份解决，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给你提供工作签证的一个工作，不然房子白买了。就是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筹码，一个筹码，然后这个女孩就以这个为奋斗目标。OK，然后到后来毕业的时候，她真的是找到了一个有工作签证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我还有见到她，我说，哎，你这工作应该挣的不少了。她说，哎呀，但我都还是要给我妈妈还贷款的所以我现在也要精打细算。我说好，这个你的理财你就有这个概念的。她唯一就做了一个她妈妈可能一开始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她养了2只猫，好像1只还是2只。然后后来她妈妈才发现，我说还算了吧，他自己在这对吧？有个宠物也对啊，他也会照顾这个小动物，而且他有这个条件啊，对吧？他开心就好。有没有卖到过那种就是名人居住过的地方？有啊，有啊，但是我们就不太能讲，因为名人居住过的地方，你一讲地址，人家都可以查得到的。那是对。所以一般像我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做了很大的交易，500万英镑以上的，尤其是超过1000万英镑以上的，我们就是任何宣传我都不会做的，就是要保护他们的私密性。对。如果是名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你Google就能找到了呀。是，你都知道在哪，你都知道在哪了，所以对，肯定有啊，有很多故事的房子呀。对，这个我就可能要请听下回分解了。这个我觉得对我倒是可以，我倒是可以分享，就是有一次我们帮一个客户就是淘到了一个老洋房，然后去帮他收房的时候他们是从瑞士吧还是从德国过来收房的时候，我当时就跟那个业主卖房子的人就是聊了很久，因为我想确保我们的这个业主住进去之后，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还能找到人，就至少在这个过渡期还可以找到这个人的那个房子，对吧？然后就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说这个楼里邻居怎么样？我就很喜欢知道这些事情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在楼上就有一个得诺奖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这个邻居很好呀，得诺奖哎。哇哦，对啊，这个就是一个蓬荜生辉啊！我就觉得你有这样一个邻居啊，就在你一个楼里。对啊。我说如果还好，我不是住在这里，我要是住在这里，他们肯定会很惨。我有事没事就假装路过。我想，哎呀，诺奖怎么得的呀？你是对吧？我肯定假装路过，虽然我住在1楼，我会假装到4楼走。哇，这个孟母3000的那个梦想居所就是这样子的，对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想到就是可能在置业方面，也许就是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看到过的这个孟母3000，它就是为了孩子这个最后有一个理想的一个环境，而这么周折。然后我还想最后总结一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打破一下对于房子的一些固定的认知，对这个认知要打破一下。对，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会觉得房子其实它的属性是多种多样化的，它可以是你创造一个 passive income 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帮你去成全你全球旅行的一个工具，对，可以作为你人生的这个阶段的帮你去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居所，甚至可以帮你变成男女这个关系里边
你变成一个更有力量人的一个这个砝码加码，这个我都见过的。也可以成为就是你在以后人生道路上走到一个点之后，你突然发现，哇，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你突然就发现这个 dots 是连起来的。就是房子，我们可能真的要打破对它那种原始认知，就是我需要有个地方住，然后我就买了一套房，然后我这一辈子就辛辛苦苦做牛做马还贷款，最后我退休了，我的房贷刚刚还完，我这辈子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房子其实是有很多种属性，要打破对这个的认知，这是一个工具。我就觉得就是虽然现在外面很天黑哈，但你的办公室还是灯火辉煌，对不对？满意吗？这种现状？我现在每天都很满意，我每天满意，但是又不满意。就是我觉得，我要 keep growing。就是今天我就怎么说，我很感恩，我不能说满意，我只是说我每天来的时候，我会很感恩我现在拥有了这一切，我现在走到了这么近，但是我会有，就是我会觉得 I can do more, I can do so much more，然后我就这个 drive 一直在你心中，一直在有，而且现在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动力。我一直动力都还蛮强的，就是就是我现在只是说。会越来越认识到认知的重要性，因为在年轻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认知的局限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疯狂的去读书嘛，读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隐隐约约的知道自己需要改变认知，但是不知道方向在哪。现在的话呢，就是能够明显的看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能够看到。你也能看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你也知道从这儿到这儿，只要认知提升了，我就可以过去了。然后就是这个认知，怎么样？这个过程就是需要实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endless，因为我在想，如果到了这儿。我可能又会有新的东西，又会出来。我在想，我还要改变认知，我要再到这儿。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会充实有意义，很适合我。适合你。对，就是像你说的，我就我不适合躺平，对，我不能躺平，我也躺不平，我试过，我觉得我就躺2天，我就觉得很无聊了，躺不平。我躺2天我会抑郁，就是整个情绪会不好，就是我一定要这个躺平就是不能说坐在地方只是花钱，我什么都不做。我是觉得我一定要思考，我一定要创造价值，我一定要想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的人生怎么样啊？我觉得用今天这个最后的这种就是提高认知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 episode，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希望就是在座的观众，如果对我们这一集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这个兴趣的话，可以欢迎留言，欢迎私信，然后。Ladies and gentlemen, Sally Wang, Selling Sunset, Selling London. A Netflix special. Ella special. OK， 我们那个现在要去吃火锅，拜拜，下期见啦，拜拜。